夜色朦胧，如鬼魅般悄然潜伏。杂草丛生的祠堂静默无声，斑驳的灯笼悬挂在破败的木梁上，微弱的烛火摇曳着阴影，映照出一抹扭曲的身影。石手静静地坐在窗边，指尖轻轻摩挲着一只小巧的瓷瓶，瓷的瓶身映出他冰冷无情的眼瞳。这就是那孩子拼命带回来的灵泉。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眼底却没有半点温度。落在这肮脏的血脉里，未免太可惜了。叔叔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，一个年轻的身影走出幽暗的角落，相貌普通，身形消瘦，但眼神却无比平静。那孩子会来的，因为这是救他母亲的唯一希望。哦，石手转过头来，玩味地看着他。你哪来的自信？这个家族的本质就是互相吞噬，利益至上。只要活着，谁都能成为祭品。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嘲讽，像是在讪笑实验的天真。实验微微皱眉，却依旧平静。过去的错已经造就了你的憎恨，但并不代表未来就一定是这样。别再说笑了。石手冷笑一声，眸色沉如深渊。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死后的这么多年依旧如此。家族之间的背叛、争夺、杀戮早已刻在血脉里。你以为一个小小的孩子能改变什么？他已经不是活在我们的时代了。实验语气平静。他也许会害怕，也许会挣扎，但他还没有选择放弃。石手的笑意顿时消失，神色转为阴沉。那不过是愚蠢的挣扎。他忽然握紧手中的灵泉，猛然一挥，瓷瓶应声碎裂，晶莹的泉水倾洒而出，在地上溅起一片凄凉的水迹。叔叔，石燕低喊一声。既然这是他唯一的希望，那我毁了他不就好了？石手低头看着被自己摔碎的瓷瓶，嘴角扬起疯狂的笑容。他的声音犹如诅咒，在寂静的祠堂内回荡。石燕沉默了一瞬，然后缓缓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已经不是人的男人。你到底想要折磨这个家族到什么地步？石手的表情僵了一下，随即他的眼神变得狰狞。这个家族，他的嗓音低沉，带着压抑不住的恨意。这个家族早就该消失了。若不复仇，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他双手紧握，指节发白，身体开始颤抖。下一瞬间，狂暴的黑雾猛然窜出，祠堂内的烛火顿时熄灭，一股令人窒息的恶意汹涌而来。石手的身影在黑雾中扭曲，五官崩裂开来，皮肤下涌动着不祥的暗流，瞳孔缩至针尖，嘴角裂开，露出獠牙。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，而是一只被仇恨吞噬的恶鬼。实验。他的声音撕裂空气，怨恨如同滔天的烈焰燃烧着他的躯体。石燕站在原地，衣摆被黑雾掀动，他却没有后退一步。我知道你放不下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穿透了浓重的黑雾。所以我才会留下来，弥补无法挽回的悲剧。我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那些还没被仇恨吞噬的孩子。所以我会一直守护着他们。黑雾翻涌，石燕的身影渐渐淡去，如同消散的雾气。石手站在黑暗之中，獠牙暴露，双目猩红，他的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嘶吼，似乎想要撕碎这道身影。可当他伸出手，却只抓住了空无一物的黑暗。祠堂内只剩下他一人，静谧无声。黑雾缓缓地绕上他的身躯，吞噬着他残存的理智。夜色更深了。